大家好，这是我4月25号进行分盆和换盆的视频。当时所用的植料、水苔和树皮都是经过浸泡的。这是我当时装盆的基本过程，跟大家再快放一遍。这是分完盆后，黄色的文心兰呢分了5盆，红色的分了5盆，粉色的也分了5盆。分完盆之后呢，我就把它放在边上，等到5月1号，也就是1周之后，我把它拿出来，所有的分盆的文心兰呢，我都给它加了一个套盆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施肥和浇水了。在1周之后呢，所有的植料呢基本上都已经干了。这是我所用的肥料，用的是 Osmocote 这个阴道和 Outer 道的肥料，它的氮磷钾比例呢是15:9:12。我们可以看到氮和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。这是春天呢生长期，我就可以给它加一次缓释肥了。如果呢你是在秋天换盆什么的，就要待的时间长一点，比如说1个月之后你才可以开始施肥。在春天呢施肥就比较好，因为它处在积极的生长季，换盆后1周就可以施肥了。我所用的肥料的数量呢是这个小的杯子是1/4的 teaspoon， 这个是 tablespoon。 teaspoon 呢1/4 teaspoon 加在每盆里。因为 teaspoon 呢还是比较少的，你看才一点点，然后均匀的分散在盆里。你看这个每盆呢都是3到4个球茎，如果给它施肥得当的话，到秋天或冬天的时候，它这个球茎就会长得很肥大。施这一次缓释肥呢，会维持到6月底，我再看它的长势情况。下一次呢就会施到7月初的样子，我就会再给施一次氮肥和钾肥含量比较高的肥料，就是我会加的量多一些，会加1个 teaspoon 在每个盆里。这个迷你香水文心兰呢，它的植株比较小，所以呢加的肥料也不要太多，太多了容易烧根。每个盆里呢都把它加上肥料。对于棵比较大一点的呢，要加的肥料呢就要多一些了。比如说我可以加1/2的 teaspoon， 这种小的呢我就会只加一个1/4 teaspoon 的肥料。其实这个缓释肥呢，它的浓度并不高，它的浓度是12左右。有的缓释肥浓度比较高的，你就要少加一些。这个缓释肥它持续的时间是6个月，但是呢，在积极的生长季，它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因为你总是浇水。夏天的时候，天气干，尤其浇水次数几乎每天都浇水，所以呢，
我一般都2个月就要再给它加一次缓释肥了。加肥料的时候要比较仔细，尽量避免不要加到这个植株的叶心。加完植料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浇水了。浇水的原则呢，因为这是在它分盆之后的第1次浇水，一般要浇透，这叫定根水。浇透水呢，我这个你看我都装了套盆，一般我就要泡水，就是泡盆的方法，把所有的都装满水，装满整个盆。浇水的时候，沿着这个盆的边，尽量的能浇到肥料上面，这样的话缓释肥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另外，浇水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把水浇到了叶心，就要拿一个厨房纸或者是干的布，将这些水吸掉。尤其是对新的小芽来说，它比较娇嫩，一定要把它的水给吸干。否则的话，如果遇上阴雨天，那个小的苗呢就容易烂心，那么这1年的生长就要受到影响。泡盆呢，一般要20分钟之后，等20分钟，我把所有的盆底的水就倒掉了。这儿我还发现有一个黄色的文心兰长了一个花枝，这个一般不会开的。好，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文心兰换盆之后浇水和施肥的事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